大家好，我是思凡。在上期的优拉攻略中，关于雷系队友的这个选择，我给出的答案是不必过于纠结，其实都可以。在我看来，每个雷系角色，不论是费希尔、北斗、丽莎，甚至是克勤，都有其特点，各自的优劣也不同。我并不好给出孰优孰劣这么一个排名，所以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关于这点，就有人提出疑问了。我想了想，自己确实没能详细的介绍每个角色，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下各个雷系在超导位上的优劣所在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优拉大招10秒出头一丢丢，而超导持续12秒，所以在大招伤害吃不吃得到超导这点上基本是没有疑问的，绝对吃得到，至少在这点上各个雷系都是平等的。基于这个大前提，我们再来分析每个雷系的优劣。我们先来说说菲希尔。菲希尔作为一个脱手副 C 角色，得益于其战绩的特殊性，是可以穿嵌套来给优拉加伤的，而这20%攻击力的加伤几乎是常驻的。再配合上西风烈攻，不仅能解决自身的充能，保持战绩大招循环，还可以给前台优拉吃能量球，作为优拉的超导工具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奥兹自身的伤害能力也不俗，对单强力，练度好的话补点输出完全没问题。但奥兹的吐痰一次只能吐一个人，战绩又只有释放的瞬间是范围伤害，这样的话挂雷效率就不高了。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奥兹是非常聪明的，他不会只盯着自己的目标吐，而是会根据我们所攻击的目标来决定自己的目标的。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在攻击范围内，我们打谁，奥兹就吐谁。有了这个小设定，在面对群怪时就不会那么吃力了。隐身的敌人是躲避不了奥兹的吐痰伤害的，面对讨债人时还是很好用的。当然缺点也比较明显，奥兹吐痰的频率太快了。假设我们的双兵队友是罗莎莉亚，罗莎莉亚大招是能持续给怪挂兵的，但是频率比较低，这样一来奥兹的雷附着就会抢过兵附着，造成双兵覆盖率不高的问题，或者说基本没有兵附着。当然我个人是觉得优拉本身兵附着就不强，双兵的加暴击率没有特别像吧。然后谈谈丽莎，作为一个法系角色，相比其他角色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带讨龙书。问题来了，讨龙效果的持续时间是10秒，而优拉的大招持续时间大于10秒，并且不锁面板。这么看的话，优拉的大招是不是就吃不到讨龙的加成了呢？其实关于这点不用太担心，由于有卡漏机制的存在，讨龙的 buff 是可以被延长的。卡漏不仅对怪物，对参与此次攻击的角色自身来说都是能起到时停的，也就是延长 buff 效果的。理论上是这样，不过实际上我感觉想要吃到 buff 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讨龙是有时间限制的，这就会增加你对 CD 的掌握度，不能乱切丽莎，不然就会丢失讨龙 buff。丽莎作为一个法师，除了可以带讨龙之外，本身的攻击也是雷元素伤害，战绩的长按又是范围伤害，大招也是大范围持续挂雷，全身都可以挂雷，所以在挂雷这点上，丽莎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且丽莎大招是能减少敌人15%的防御力的，这点还是很香的。但同样缺点也很明显。第一，开大情况下兵附着抢不过雷附着，理由同上，但这点其实是很好解决的。我们不开大不就好了吗？优拉开大，丽莎不开大；优拉不开大，丽莎开大，双向弥补。这点是挂雷手法单一的皇女所做不到的。第二，丽莎的战绩长按 CD 很长，有足足16秒。且大招也同样需要80点能量，作为一个挂雷工具人，常年在后台的他，这个能量大招是绝对循环不起来的，充能堆200都不行。舍弃讨龙书，选择充能书，那就是舍弃自己最大的优势。所以丽莎作为挂雷工具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利用平 A 和偶尔的战技。平 A 面对单体怪还好，若是群怪，就元神这个锁定机制，笑死，根本 A 不过来，那就只能靠长按 E 来解决。但长按 E 其实也同样有问题，蓄力时间长，很容易被打断，多按几下攻击可能人就没了，所以在释放时需要找准时机，找到合适的安全的位置。当然假如你的优拉是绑定中离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了。综上所述，丽莎的挂雷其实主要还是靠普通攻击。接下来说说北斗，北斗和优拉一样也是大件角色，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个北斗玩家，现在想练优拉又没有专武，而北斗手里恰好有一把狼墨的话没错，我优拉的狼墨就是从北斗手里抢过来的。现在的北斗正开心的用着记忆大剑呢，超导位的北斗还是很适合记忆里大剑的，连放2次弹反的快感，你懂吗？
北斗的挂雷手段有3种，首先是元素战技。北斗的元素战技和优拉的元素战技其实是有点类似的，都是往前横着挥一刀，北斗的范围会更大，所以在象性上两者还是非常契合的。北斗能挂到雷的，优拉绝对能挂上冰，而且本身元素战技的伤害就高，即便带的是基里纳剑，完美弹反的伤害也是有2-3万的，作为辅 C 位来说是合适的。然后是北斗的大招，在雷兽之盾庇护下的角色，每次攻击都会给身边的敌人挂雷，同时角色的抗打段也会得到提高。一命的北斗大招还会额外获得1层护盾。优拉身为战场 C， 本身的生存环境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护盾还是香的。第3种挂雷的手段就是普攻，不过这需要4命解锁，且要受到敌人的攻击。此时北斗的每次普攻都是能给敌人挂雷的。同样，北斗的缺点也很明显，大招80点能量本身是循环不过来的，理由同上。且开大的情况下挂雷频繁，吃不到双兵的暴击率加成，理由还是同上。其次，非4命的北斗挂雷手段单一，只能依靠战技挂雷。不过好在战技的 CD 短，只有 7.5秒，所以影响不是很大。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如果想看更详细的北斗技能解析，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北斗攻略。最后我们来谈谈克勤，不过以下内容并不推荐非克勤真爱党尝试哦。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克勤指的是误克，克勤和优拉搭配组的是双核阵容，可行性在哪里？首先，克勤是雷系，自身的挂雷能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战技对单，大招对群，且战技会提供雷附魔，大招本身40能量，充能不存在问题。其次，我在优拉攻略里有说过，优拉长按战技的减抗是有待开发的，在优拉长按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完全是可以切克勤出来利用重击打伤害的。克勤的重击伤害在提瓦特可是数1数2的，所以克勤在该配对下的作用就是2个，一是挂雷，二是增加容错率，使输出更平滑。优拉是没有追击能力的，相反克勤是很灵活的，追击能力 max。缺点同样很明显，克勤没有脱手技，2个 C 只能有1个在场上，相比能脱手的辅助来说，伤害会丢不少。另外，主 C 的培养成本是远大于辅助的，所以非真爱党真不推荐尝试。有人可能会说，那就把克勤当辅助玩。克勤对比其他辅助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一没有脱手技，二没增伤，三没护盾，和其他3位比起来占不到任何便宜。最后做个总结吧，菲谢尔挂雷能力还是不错的。千言完美适配，20增伤常驻，奥兹智能锁敌，对单输出强力，丽莎挂雷手段多样，一本讨论书足以碾压所有，但输出能力不高，更多时候还是普攻挂雷。北斗完美副 C， 伤害能力强，挂雷能力还不错，相信高，大招功能性拉满，但需要80点能量，充能非常紧张，且没有增伤能力。克勤补输出能力强，能使队伍输出更平滑，挂雷简单，但只能是以主 C 姿态出现，没有辅助能力，培养成本高。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观众不要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UP 主，顺便求波关注。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